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最近有没有发现哈，美国股市呢一些大的这个科技巨头啊，还有包括像台积电，为什么这个财报越漂亮呢，股价却跌越惨？Google 呢，它的云端业绩呢，单季暴增了82%哦，结果股价还是大跌。特斯拉呢，它交车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股价一天重挫了15%。那么台积电的法说超预期，但是隔天呢，台股就崩了2953点。那么我的观察是，这并不是利多出尽哦。那日经新闻呢，上周呢踢爆了一个消息，美国5大科技巨头呢，藏在它资产负债表外面的隐形债务，没有写进资产负债表的债务，已经高达1.65兆美元。比账上看得到的明债还多，暗债比明债还多市场真正在怕的可能是这个好，今晚听到内容呢，都是卡尔先生个人的观察、观点跟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个别投资建议或买卖推荐那么，请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参考不同的这个内容，自己为自己的投资做出决策、做出判断今天晚上讲的内容都不是推荐的买卖都不是推荐买卖。好，首先来看一看7月22号呢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第二季财报，营收1198亿美元，年增24%，尤其呢是它云端的业务更是好到爆表248亿美元暴增了82%。那么这部分增加多快呢？前一年的同一季只有28亿，现在呢飙到88亿，快增加快3倍。那么阿发贝的每一个财报的数字，包括对未来的这个营收预测，通通都优于预期结果怎么样？结果盘后呢，下跌5%隔天开盘呢，我们看这个 K 线图直接嘣这样掉下来跳空大跌直接跳空大跌那么为什么？因为呢，阿发贝呢，它把资本支出预算呢上修到接近2050亿美元那么比原本的还要多很多。那再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虽然它账面呢 EPS 大赚了9.1亿美元，但是其中呢大概有980亿是因为它投资怎么样？它投资 Aerobic 跟 SpaceX， 然后得到了这个股票上涨的这个未实现的利益。如果把它扣掉之后呢，它每股呢获利只有2.85美元，反而低于市场预期的2.89。再来，最关键的是这个阿发贝这一季过去一季的自由现金流竟然由正转负是负的59亿美元简单讲，很多同学可能对于这个比较没概念，就是阿发贝虽然很赚钱，它大量收很多钱回来，但是它现在收100块花了100亿120，他把它收来的所有现金全部拿去盖资料中心，而且还不够，还要倒贴好，那么跟阿发贝同一个剧本呢，就之前呢在台湾已经上演过了7月16号台积电法说会呢，单季 EPS 27.25，创下历史的新高，毛利率还上升到67%，快68%那么全年以美元计算的营收呢，展望可以成长30%，甚至从30%上修到40%未来的展望也都非常好，基本面跟未来的财报完全没有挑剔。结果呢，一公布当天晚上美股上市的台积电 ADR就盘前重挫4%隔天7月17号呢，就引发台股当天大跌2953点，写下历史上最大的下跌的点数。虽然台积电的业绩好，但是它的资本支出越来越高，市场反而越紧张这件事情那么这不是台积电的问题，这已经是整个 AI 在投资基础建设烧钱速度的问题了那么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特斯拉在7月22号呢公布财报，它第二季交车的数量高达48万辆，创下历史新高，营收呢2833亿，年增还26%，所以生意都很好需求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调整后的 EPS 只有 0.33，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0.51， 而且呢营业利益减少了57%那营业利率呢被压缩到只剩下 1.4%， 就是你100块的营业额它只赚 1.4 块，而且呢它账面有11亿美元的净利润，里面呢有 68% 是因为来自于
SpaceX 上市之后未实现损益，跟刚刚那个 Alphabet 一模一样就是靠手上因为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在赚钱。那等于说特斯拉的本业已经不赚钱了，它卖车已经不赚钱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特斯拉把钱花到哪去了？它的资本支出呢暴增了快 142%， 单一季特斯拉的资本支出就烧掉58亿美元，全部都压在 AI 的运算中心啦、机器人跟 Robotaxi 这个自动驾驶身上。那么就造成它的自由现金流是负的 10.9 亿美元。隔天7月23日呢，股价单日就重挫 14.5%， 一天呢就蒸发掉这个1400亿美元的市值。你看这一条线就这样，biang 跳空下跌下来，这里就跳空大跌下来，形成一个很大的这个跳空缺口。好，那么所以呢，大家要看懂了一件事情嘛 ，Google 呢是赚钱，但现金不够烧；特斯拉呢是已经不赚钱了，烧钱烧到直接获利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得的其实是同一场病，是同样的这个症状。那么来聊一聊，现在市场到底在怕什么？为什么引发这样股市下跌？现在关键问题点并不是这些科技巨头的业绩不好，未来展望不好，而是有3件事情叠加在一起。第一个是它的估值跟股价的位置，不管是美股或台股，它的估值、股价的位置都在历史的高点，真的是历史高点基本上跟2000年一样高了。那等于说这个股价呢，早就把未来1季、2季的利好消息都反映完毕了。再来第二个，最关键就是筹码。卡尔先生过去1个多月、1个半月以来，一直苦口婆心讲了好几集，全民皆赌啦，4代同堂啦，很多的朋友投资杠杆开到满，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韩国、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都一样。因为这一次 AI 的风潮呢，就席卷全世界。再来第3个呢，才是最重要的，是市场上的投资人呢，开始在审视一件事情你烧那么多钱，你的钱要从哪里来？当科技巨头呢，这个投资 AI 的资本支出的成长速度快过自己赚钱现金流的成长速度，那么这些科技巨头只能靠借钱，借不到钱，钱不好借，就开始用卖股票来补。所以市场会让杀跌它的股价，不是基本面跟未来展望出问题，是资金的结构可能有些问题了。我们看一看这些科技巨头烧钱烧得有多快。Meta、微软、亚马逊、Google 4大巨头，它的资本支出在2024年的时候只有2250亿美元，到2025年呢到3600亿美元，到今年呢到2025年是3600，到2026年底可能会增加到7250亿美元。你知道这个数据是什么？整个美国上市的所有能源公司，不管是挖矿的啦、挖石油的啦，一年它开采、探勘、炼制、运送是它的4倍以上它只要花1-2千亿，结果现在科技巨头要花7000多亿，等于是挖石油的钱呢，比不上挖算力、挖 AI 算力的钱。那么再来这一张呢，图点出市场目前担心的问题。现在烧钱烧得快，并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烧钱比赚钱的速度还快才是大问题。研究机构有分析这几家科技巨头财报后发现，他们目前的营运现金流呢，每一年都可以成长 23%这真的很好就是第一年赚100亿，明年赚123亿，都是现金手上的现金，然后再来就123亿，再乘以 23%，真的是很强大。但是呢，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嘛，它的资本支出每年是成长 70%， 你现金流只成长 23%， 但资本支出成长 70%。那么预计在今年第3季就会呈现死亡交叉。从下一季开始，这5个科技巨头整体投资 AI 花掉的钱会大过自己赚进来的现金流。好，我们来看，比如说 Oracle， 它甲骨文，它早就死亡交叉了它每一季付出去，每一季付出去的钱早就超过它赚进来的钱了。亚马逊现在已经死亡交叉了Google 整年来看预计到明年因为现在烧钱速度越来越快，可是你现金流成长速度不够快，但明年就会由正转负。Meta 呢是到
明年第三季，微软最慢，微软可能到2028年的下半年。好，那么再来呢，这张图呢才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好，钱不够烧该怎么办？那就去借嘛。好，钱不够烧去借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真正让市场紧张的是日经新闻啊，日本的日本的这个新闻报道，上周有一份研究报告，阿发贝、微软、亚马逊、Meta、甲骨文这5家公司没有列在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的隐形负债，就是在资产负债表看不到的隐形负债，4年里面呢，竟然成长了8倍。好，最近一季呢，已经到达了这个1.6兆美元。好，什么意思？你去看它的资产负债表，这5家公司它的债务只有1.35兆美元，在资产负债表只有1.35兆，可是没写在资产负债表的有1.65兆美元的债务。那如果我们把写在资产负债表的1.35年叫做明债，放在外面没有放进来的，叫暗债，把明债暗债加起来呢，这5家公司呢，总共欠债超过3兆美元。好，那么这些没有放在财报的暗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可以被藏起来？这些暗债呢，主要来自3个东西。好，第一个，他们在扩充 AI 算力的时候，他会签很多的这长期的订单，去承诺跟 NVIDIA 买 GPU 啊，跟谁买伺服器啊，跟台湾的供应商买伺服器啊，就台湾这个伺服器龙头啊，这会签长期的采购协议。那么这些呢，这些已经承诺出去的东西没有进来财报里面。再来呢，还没开始起算，他可能也花了很多钱去租资料中心，还没开始起算，可能花钱去盖那承诺一些东西拿去盖，那还没开始这个运行，这个也不会放进财报。还有一点就是跟私募基金合资，用成立一个特殊公司，像 Meta 之前就跟那个猫头鹰公司蓝猫头鹰一起成立一家公司，去对市场募资。那债务就在这家公司身上，在 Meta 的财务报表里面就看不到这家公司的债务，但事实上这家公司的债务就是 Meta 的债务。好，所以这个 Meta 最夸张就是它的表外债务呢有4200亿美元，是它财务报表里面的3倍。好，它的财务报表里面只有1000多亿的债务，结果外面的暗债有4200亿。好，那么为什么这些数字是可以藏起来？因为在目前的会计准则下，目前是完全合法的。因为资料中心租约还没开始，服务还没交付，就可以不用入账了。好，那么但是呢，穆迪呢在今年2月就警告，5个科技巨头光是已经签约还没开始的资料中心租约就高达6620亿美元。好，相当于是他们调整负债之后的113%。好，那么未来的法规等于说现在的法规让这些未来要支付的债务都隐形起来，不用放到财报里面给大家看。好，那么这个是暗债，那我们来看明债，就是放在他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借钱的速度也在狂飙。好，辉达跟 SpaceX 在内的6大 AI 巨头，好，那2024年呢，他们发债的速度有多夸张呢？辉达跟其他的5个科技巨头，2024年呢，它发行的公司债是170亿美元。2025年呢，暴增到1080亿美元，你知道吗？光今年的上半年就2440亿美元。今年的上半年，公司债发行的金额就大于去年的2.5倍，整年的2.5倍。好，那么 Morgan Stanley 统计呢，云端巨头的杠杆比例呢，在短短的6个月内就从0.9倍飙升到1.8倍。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呢，我有100万的资本额，那我去跟外面借90万，好，这是0.9倍。现在呢，短短6个月而已哦，我有100万的资本额，可是我跑去跟外面借180万。我本来有100万的资本额，然后我就跟外面借90万，6个月内这90万变成180万。好，所以 AI 相关的债券占美国投资及市场发行的比重呢，从2024年的1%已经跳升到今年大约18%了。好，尤其呢，这些债务很多都是发行15年以上的长期公司债。好，那么这些长期公司债占他们发行的总规模42%。所以大家看到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要投资 AI， 大量发行的公司债，好，这些公司为了要投资 AI， 大量在发行公司债，在市场上到处在抢钱。
那我刚刚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现在市场上的钱已经越来越难借了啊。为什么？来，好，那么高盛最近呢就用一个名词来形容现在公司债的市场，叫做屠杀。以前这些科技巨头呢要发行公司债，好，大概要发行到750亿到800亿的规模，才会发现不容易借钱。好，因为钱要借越多越难借嘛，借越少就比较好借嘛。好，那么以前要750亿到800亿美元才会有压力，结果现在才借250亿，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好，比如说之前呢 ，Amazon 在今年的这个3月，它发行公司债的时候，那个时候认购倍数有3.2倍哦，就是它要募100亿，但是有320亿的资金想买。结果呢，才过这是3月份的事情哦，在7月份这个月，好，7月份同样发行公司债就直接掉到2.5倍，就是它发行100亿，只有250亿美元要买。那么大家想说，买的还是比较多，不对，这个呢是有很多的财务操作，所以呢，只要掉到2倍以下，基本上它发债就很容易卖不完了，不要说卖不掉，会卖不完。好，就是他接下来如果再发100亿，然后认购的人低于200亿，比如说只有190亿、180亿，他的这个100亿就会卖不完了。好，就可能会卖不完了。好，所以现在已经出现怎么样？出现在这些大型的公司透过发债去借钱已经很难借了。好，有实质的困难了。那么比如说像看 SpaceX 就知道，它上市之后呢，发行了30年的公司债。好，就是刚上市那 SpaceX 嘛，那么它的殖利率呢，从上市开始本来是 6.65% 的殖利率，就是你买它的债券，它一年给你 6.65% 的利息，结果才上市没多久到现在已经走高到 7.3%。这不是股票呢，这是债券的利息耶。他手上的30年公司债，过去这1-2个月利息从一年 6.65% 增加到 7.3%。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在前一阵子就选择不发公司债了，他直接印股票出来换现金。好， Google 在6月份完成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发行新股增资案，这是 Google 从上市以来从来没有印股票换钞票过，因为 Google 根本不缺钱，现在 Google 也缺钱了，发公司债不好发，他干脆印股票。那巴菲特就有认购了100亿卖给波克夏。简单讲，就是科技巨头现在发公司债已经很难借到钱了，不是说借不到，越来越难借了，所以逼得他们只能开始去多印股票来换钱。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咯。我刚刚有讲那个重点 ，Google 从上市以来从来没有增发过股票，结果现在开始增发股票了。那大家想一想嘛，那在股市的最高点，它要增发股票，那以前 Google 是一直买入它的库藏股，每年一直买库藏股，所以 Google 股价很容易一直涨。现在它没钱买库藏股就算了，它还增发股票，让市场上的股票张数变多。好，那么目前其实相对最危险的是甲骨文 Oracle。7月9号呢，标普呢把甲骨文公司的公司债的信用评等从3个 B 降到3个 B 减，距离垃圾债等级只差1级。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标普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 AI 的资本支出太高了，烧了太多钱了。Oracle 2027年会计年度的资本支出会从原本的600亿暴增到950亿左右。那么2027年它的自由现金流的缺口会高达420亿美元，就是它虽然很会赚钱，可是它一年没有资金流会缺420亿美元。大家要知道自由现金流是什么？自由现金流就像人身体的血液，你的血液大量减少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就不要讲了。你一个人的血液大量减少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么更要命的是 Oracle 手上呢，有高达6380亿美元订单，其中这虽然订单很多，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 OpenAI 给他的。所以甲骨的股价已经从最高点345美元跌到上120，已经跌到上1/3了。那甲骨文10年期公司债的殖利率，就是他发行公司债要给人家利息嘛，已经高达 6.4% 了，基本上呢就已经快接近垃圾债，就是那种体质不好的公司要用更高的利息跟大家借钱，已经很接近这种体质不好的垃圾公司了，垃圾债的公司了。那么现在的问题不只是
这些科技巨头要发行公司债借钱越来越困难。好，另外一个叫做资本折旧，什么意思？什么叫资本折旧？当他今天买 AI 的设备过来，好，那开始用每年都摊提，可能分5年摊提啊，或几年摊提，就是他100亿，假设1年摊提20亿，好，分5年摊提，1年就要从他的获利里面扣掉20亿，是这个意思。好，那么高盛估计这些科技巨头呢，它摊提折旧的占它整个营收跟获利的比重，会从2022年的7%上升到2027年12%。更麻烦的事情是叫期限错配，什么意思？因为现在科技巨头从过去几年投资这些 AI 的设备，GPU 一张 GPU 的寿命大概3到5年，你5年后基本上就过期了，就变成很老的东西了。就大家都知道嘛，因为现在 GPU 进步速度越来越快嘛。但是你知道吗？他买的这个东西只有3到5年寿命，但是他发的债来买这个东西的债长达10年、20年、30年。重讲一次就是今天呢，假设你去投资一个东西，你投资这个东西3到5年，它的寿命就没有了。可是你去借钱别人你是一口气要10年、20年、30年才能还这个钱。那设备已经过时了，但是债还没还完这个呢就是折旧海啸叠加融资，叠加刚刚借钱越来越难。好，那么讲了这么多风险呢，按照惯例我们要来看相反的一面。第一个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 Jeffrey 的分析是说，目前 AI 的经济，整个 AI 的这个各方面都很健康，说看空它呢的论点都是垃圾都是不对的。那么他有举出一个例子， Google 在手上的合约已经超过了5100亿美元，优于分析师的预期。现在 Google 手上的相关合约是什么？是还来不及，怎么说呢？还来不及盖新的资料中心来满足这些合约并不是没有订单。再来呢 ，Google 的云端利益呢，一年也从去年的28亿，一年里面跳到88亿，扩增3倍，等于说像这种云端公司，它的赚钱能力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再来第二个，他们应用的营收爆发也是真的。什么意思 ？AI 从去年的这个 AI 只能够沟通，现在已经变成 AI 代理人的 AI agent 了。AI agent 的代理起飞之后呢，像 Anthropic 就 Claude AI 它的年化营收也从2025年只有10亿，到今年5月就暴冲到470亿。因为越来越多人用，越来越多人付钱给他用，像我最近就用很多 AI agent， 所以我也本来从1个月$20的 Anthropic， 我就开始付成1个月$200，我还用2个账号，真的就付很多钱给他。那么 OpenAI 呢，它的营收也高达250亿美元的年化水准，这是真的有的，是他们赚钱的速度确实有在增加。在第三个，2023到2026年呢，这个4大科技巨头，美国4大科技巨头，它的营业利率多数是不降反升的。Google 的营业利润率从32可以提升到34，并没有像市场担心，像2000年.com 泡沫破裂就是获利崩塌等等。第四个，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底则是很厚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护城很高嘛，你没用它不行嘛，它这一直不断赚钱嘛。那它的整体杠杆率还是比很多的公司来的低，那它还是会不断赚钱，只要它的现金流一直进来，哪怕是负的，只要它撑得住，基本上问题都不大，所以美国银行在7月份呢，有做一个对于很多的投资的经理人调查，他认为60%的人认为科技巨头在今年还不会去缩减资本支出，他们投资 AI 的金额还是继续持续增加。好。那么就换卡尔先生呢，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好 ，AI 这一次到底是金矿还是一个钱坑？我的答案是 AI 是个金矿，这大概率是真的。因为 Google 的云端呢高达快3倍的成长。那么应用端呢是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年化的营收，这个都不是假的，是真的。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投资 AI 基础设备的方式是用借来的钱。而且呢，是藏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钱更多。所以现在关键问题点不是 AI 是钱坑或是骗局，不是 AI 是真真实实有需求，也真真实实赚很多钱。
好，现在问题是时间差的问题，什么意思？他现在把钱花出去做投资了，但是这些钱要大笔收回来，好，是要好几年后，没有办法那么快，就有时间错配的问题。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巨头呢，没有人敢停止大规模的 AI 支出，都是不断的比谁投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大家其实都知道，不能够再这样持续扩大烧钱了。再这样扩大下去会撑不住嘛？可是大家都不敢不扩大烧钱。为什么？因为现在因为一旦停止烧钱，虽然短时间你手上的资产负债表跟获利会变得好看，但是你只要不停止扩充，像演算法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个我还记得2-3个月前呢，那个 ChatGPT 的演算法我觉得很鸟，但最近呢新的这个演算法出来又很厉害，然后演算法都不断拼来拼去，然后更迭的速度、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他们如果不继续大量投资，未来1-2年他们手上的生意就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那么，但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囚徒困境。什么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就是大家都知道这里大家都知道要节制，不要这样一直比赛。你投资100亿，我要投资150；你投资100，我要投资200，大家要节制嘛。那可是现在问题点是 ，A 如果缩手 ，B 加码 ，A 就会落后；A 如果加码 ，B 缩手 ，B 就会落后。结果呢，大家选的是什么？大家就一起加码，比谁烧钱烧得快。他们也知道不行只能这样硬干下去，没办法。所以现在的关键的问题一点是，这个时间差，刚刚说的投入的钱跟回收回来的钱，这个时间差到底能撑多久，就要看债市了。如果公司债的市场持续让他们可以继续发行公司债，那么烧钱的故事呢就会继续。一旦债市开始越来越难筹资了，那么科技巨头就接下来会被迫大幅减少资本支出。这个就是美银投资策略师警告的最大的这个尾部风险。所以7月份的经理人调查里面，跟对 AI 泡沫这几个字也变成是现在市场上最大的风险。现在 AI 泡沫爆破变成是所有专业投资机构投资人里面最担心的问题。好，那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体质的诊断，不是崩盘的预言那体质它是收入很健康，只是它现金流承压那负债能见度比较差而已好，那么讲完这边呢，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可能6到7成都是投资台股的，那大家会问说卡尔先生，你讲这个跟台股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太大为什么？这个逻辑很简单，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就是台积电跟台湾整个 AI 硬体供应链所有人的订单的来源。现在不要去看台积电怎么业绩看好到2027、2028年谁的业绩看好到2028、2029那个数字不能只看那个数字。为什么？因为那并不真实。如果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烧钱的速度只要一旦放缓，立刻你看到1年后、2年后那些单子就被砍掉，就会立刻砍单了。上游的烧钱速度只要减缓，不要说不增加只要增加的速度减缓，那么下游订单的成长速度就跟着快速的减少。那么如果再叠加目前台股的指数还在历史的高点，那么而且许多的散户投资朋友呢都开杠杆，开到好，开到满。那像7月17号一天大跌2953点，这种史上最大的跌点已经帮我们预言过一次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上游打喷嚏，美国那边打喷嚏，台股这边的重感冒。这样的剧本未来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发生，这样震荡行情还是会发生，甚至下跌的行情很有可能会再来。但是现在这一集卡尔先生不是要看多，也不是要看空，不用去猜未来到底会上涨还是下跌，重点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一页要盯住几个最关键的讯号。第一个，每个月都去看一下整个公司债它债市的温度。如果这些科技巨头它发行新的公司债认购的倍数低于2，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警讯。他们就可能不容易借到钱，被迫减少资本支出了。
那同时也要去看甲骨文10年期公司债殖利率，目前已经高达 6.4%， 已经快接近垃圾债等级了。如果持续这个 6.4% 再往上跳到7甚至到8，那代表整个债市可能真的没有钱再借给这些公司，或借到钱就越来越少，那么就逼迫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必须要减少资本支出了。再来第二个，每季财报呢都要盯住这些科技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重点不是资本支出多少，而是它的自由现金流什么时候可以由负转正。好像亚马逊一个电商公司都在收现金的它云端公司也都收很多的现金竟然它的资产负债表的现金流是由正转负了。所以第一个就在观察，它7月30号就要公布财报，看看会怎么样。好，再来呢，就要打开月线图打开周 K 线图去看看这几个云端巨头他们的股价形态是跑出头部形态的，还有包括台积电。好，那么如果股价利多不涨，一直在那边盘头，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的讯号。那么卡尔先生在会员直播里面都会分析这些东西，带大家怎么去看懂这些大型科技股的形态学，帮大家趋吉避凶。等它真的可能要反转的时候，我在形态上会跟大家分析，教大家怎么看。再第四个，打开你券商的 APP， 看一次你所有融资跟期货的维持率。指数在高点，接下来波动上涨下跌的波动会很大，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杠杆，你的融资维持率有没有跌破这个一个点。那再不行的话，先降下来会比较好。再来多保留一点现金，像7月17号那种一口气台股跌到3000点的时候，谁手上有现金，谁就有筹码能够去加码。好，讲这边呢，这个6月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油价在大跌，那卡尔先生在会员直播的形态学里面分享可以关注石油的机会，结果怎么样？结果呢，那个时候讲完之后，刚好出现了一个破线般的技术形态，刚好运气好抓到，那这一波这样到本周五，才2-3个礼拜就上涨30%，就上涨%，运气还不错。那么等一下在10点的话呢，我们会员直播就会来分享这个形态学，会再谈一次石油的状态，目前怎么看？除了石油之外呢，农产品的黄豆、小麦、玉米似乎有整体的行情在启动。那么卡尔先生也会做技术分析上的观察跟大家分享。当然有兴趣想要理解的可以加入卡尔同学会。那么明天晚上的会员直播呢，我也会来聊一聊中东的局势。现在除了荷姆兹海峡被封了，红海的海峡也这个曼德海峡也开始被骚扰，可能船也开始没办法过了。那么这个会影响到石油的价格跟库存。那么现在有很大的问题是，市场可能太过不在乎全世界石油库存不足的问题。那我会分析会有什么影响，怎么观察。那我也会聊一聊黄金跟白银有出现一个讯号咯，那么有投资贵金属的人，欢迎加入卡尔同学会，可以听听这个直播。好，最后呢，来，我坦白说，我最近感触蛮深的。像前几个礼拜 SpaceX 这个新股在增发上市的时候呢，其实我对于整个未来趋势的预判，其实准确度还不错。之前 SpaceX 在上市时，我就出这一集视频跟大家分析，机构的剧本可能就会把股价拉高，然后让很多的散户朋友进去接，然后股价会再大跌下来，然后很多人就被套在山顶上。当时我就讲，你去追高是很危险的。那么真正好的投资时机，我有讲要等它股价真的跌下来，然后再发行财报，搞发行财报有些利多，然后打出底部形态要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才是比较好的点。你看我才刚讲完没几个礼拜， SpaceX 的股价已经破了发行价了。一开始前3天爆冲，发行价135爆冲到220几，然后一大堆人进去追，现在已经杀到了115了。好，那我个人觉得刚刚讲了嘛，就知道现在应该还不一定是好的这个买入时机，因为刚刚有讲什么时候是好的买入时机。如果刚刚讲不清楚，可以回去看我这一集。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些预测都还蛮准的。那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理解卡尔先生过去还有现在对于未来的一些预测，都欢迎大家加入卡尔同学会。那我在卡尔同学会的会员频道里面会做更深度的这些分析。好，那么我想今晚的直播就到这边。等等，到我投资做公益的时间。非常感谢最左边的这个吴姐，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也然后我最近年也有捐钱给这个维克公益协会，来帮助他们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这个朋友们。那么卡尔先生在这边也呼吁全世界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你不管是捐钱、捐物资、捐出你的劳动力，欢迎你把收据透过 email 或 Facebook 传给我跟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我给大家秀这个我的捐款单据，不是要秀说我多有爱心，我秀这个单据的目的是希望鼓励更多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公益，好不好？好，我想今晚的直播就这边。愿世界和平，愿大家健康、平安、财富自由。大家晚安，感恩大家，谢谢大家。